第216章各方。夜晚的煤气路灯照亮了湿漉漉的地面，时而有一辆马车驶过，溅起些许水滴。贝克兰德位于王国中部，距离苏尼亚海只有几十公里，常年多小雨，7月平均最高气温才28摄氏度，冬季最低则在2摄氏度左右，很少有机会跌到0点，甚至突破，但这不妨碍人们在这里感觉寒冷。即使习惯了冰天雪地生活的北福萨克人，有时候也承受不住那种能穿透衣物和血肉的潮湿阴凉。克莱恩站在未点燃壁炉的房间内，立于凸度窗后，望着外面安宁静谧的场景，只觉身心灵都异常轻松。只要凑齐材料，调配出魔药，他立刻就能晋升序列6，成为无面人。魔术师药剂彻底消化了，欲望使徒被我亲手终结，没能逃掉。极光会对愚者信徒的寻找还在死路打转，除了阿兹克先生不知被哪个势力追索的事情和魔药材料相关的问题，我暂时没有任何困扰了。克莱恩前倾身体喝了口气，看着他在窗上凝出一层白雾。他之所以要冒险去堵截欲望使徒，就是担心对方还有别的布置，借此顺利摆脱掉官方非凡者的追踪，到时候提供了关键意见的自己或许就会被记住，于是后被报复。作为冷血者，恶魔不太可能冒险为同伴复仇，但这不代表他们不会因本身险些死亡而选择泄愤。这次的行动确实必须，说不定黄昏影视会的人有在某个地方接应。等到欲望使徒逃掉，没有相应情报的我，也许就只是按照序列5来防备，认为晋升了无面人就不会有太大的危险。然而欲望使徒很有可能借助深渊牌提供的信息和黄昏影视会的帮助晋升为高序列，这样的发展光是想想就让人后怕。正义的补刀是不可或缺的。克莱恩检视着今天下午的事情，从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欣赏了一阵夜景，他转而走回沙发位置坐下，思考起接下来的安排。有了机械之星给的赏金，千面狩猎者的脑部变异垂体和血液就能买下来了。深海那家的头发需要的钱也足够了，这种材料在海上应该比较容易搜集到，可以让倒吊人先生帮忙，唯一的问题就是人皮幽影的特性，而且就算有线索，金棒也还不够。想到这里，克莱恩忍不住无声自嘲，我本质不是特别爱钱的人啊，就是正常喜好而已。在停更的时候，一直鼓励梅丽莎消费，一直撺掇她和班森请女仆，觉得不管怎么样都尽量不要亏待自己。每次做隐秘行动也是安全第一，小心为重，不会被财富影响心智。但为了复仇，必须提升序列，而提升序列又必须购买昂贵的非凡材料，只能一便是一苏勒的积攒，能省就省。他忽然缩了缩肩膀，觉得客厅的阴冷让不以身体素质见长的魔术师有些战栗。于是他决定直接洗澡，钻入被窝，在床上阅读书籍。还有3-4个小时就该睡觉了，没必要再弄燃壁炉啊。克莱恩叹息一声，站了起来，走向2楼蒸汽教堂地下区域。伊康瑟翻看完记录的所有口供，端起咖啡喝了一口，平静了几秒钟，他拿出那面叫做阿罗德斯的古老银镜。卡尔森瞄了一眼，有些好奇地问道，只是如果问尊敬的阿罗德斯数学上的未解难题或者经典的悖论，他会给出正确的答案吗？大部分时候他会直接拒绝，如果他认为你存在恶意，甚至可能直接给你一闪电，或者让你承受绝对不想面对的诅咒。伊康瑟叹息道，他是活着的封印物，有极高的智慧，不是死板遵守规则的差分机，使用它的时候最好不要抱着钻漏洞的想法。卡尔森看了看周围的队员，好心提议道，执事，我来帮你问吧，我没有需要隐瞒的事情。他挺直背部，摆出坦然诚实的姿态。伊康瑟苦涩笑道，没必要，该知道的都知道了，我已经不再害怕类似的问题，而且尊敬的阿罗德斯偶尔也会问相当深奥的问题，以你的身体状况，后续的惩罚不是那么容易承受的。说完，他先握了握拳头，接着才伸开五指，轻抚了银镜表面3次。微妙的氤氲中，伊康瑟低沉开口道，尊敬的阿罗德斯，我的问题是，指使欲望使徒刺杀尼根公爵的是谁，或者说哪个势力？银镜短暂竟未出现变化，好一会儿才浮动水光，勾勒出一幅油画般的场景。那是太阳即将落下的平原，广袤的田地上洒满了淡金色的余晖。这是什么意思？卡尔森等机械之星成员，你看我，我看你，完全无法理解，即使他们之中就有窥密人晋升的非凡者。
对解读启示并不陌生。黄昏，生命走向终点的象征，信仰死神的教派或者相信末日的疯子。有位窥密人斟酌着说道。卡尔森附和点头，我认为是后者。伊康瑟没去理睬他们的讨论，因为阿罗德斯的问题已经浮现。你最喜欢什么颜色的内裤？伊康瑟的脸突然涨红，只觉头顶仿佛在冒烟。他非常艰难地吐出了一个单词。红色房间内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卡尔森等人故作无视地望向了角落。伊康瑟虚脱般的坐下，抓了抓蓬松的头发，准备问第二个问题。卡尔森不忍说道：执事，让我试一试吧，尽量不要进入惩罚环节。伊康瑟终于点头同意。卡尔森非常自信地模仿起执事的动作，轻抚了银镜表面3次，其他成员则又重新围了过来。尊敬的阿罗德斯，我的问题是，欲望使徒的合作者有哪些？水光浮动，影像变化，银镜表面最先呈现出了一名女子的背影，身材极为出色，接着是一个模糊到极点的人，只能勉强从穿着打扮初步判断是个男性。果然还有一个合作者，这应该就是出卖了尼根公爵情报的人，可惜对方有做一定的处理。卡尔森环顾一圈，到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对后续的提问不需要在意。这一次阿罗德斯给出的选择是问题、任务或者惩罚。卡尔森毫不犹豫地说问题。银镜表面飞快勾勒出了一个个鲜血淋漓的单词。你每天都靠手来解决。卡尔森嘴唇翕动，只觉耳朵迅速变得滚烫。这虽然是他认为很正常的事情，但当着这么多队友和上司的面给出答案，还是让他有一种想把脸埋到地上的冲动。是，他非常小声的回答。圣塞摩尔教堂底部，涂着蓝色眼影的戴利将一叠文件扔到了安魂师索斯特面前。你们要的涉及塔罗牌的所有案件资料，比我想象的少。索斯特略感诧异的说道。戴利嘿了一声，这只是索引。伦纳德见状，用戴红手套的右掌抚摸了下嘴唇道。索斯特队长，为什么我们不深入调查与杰森贝利亚发生过接触的人，并与之前2起案件做对比？这里面很可能就藏着那个以塔罗牌为象征的组织的线索。尼根公爵是风暴之主的虔诚信徒，代表着风暴教会在政坛的利益，待法者们肯定会疯狂的寻找真凶，我们没必要掺和，那样反而容易与他们产生矛盾。我们查一查其他涉及塔罗牌的案件，说不定会找到新的线索，当然我们必然会因此四处奔波，但这就是红手套的职责。索斯特微笑解释道。伦纳德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而他的脑海内那略显苍老的嗓音却啧啧笑道，职业者既然就这样错过了，那个人身上有黑皇帝的味道，真正黑皇帝的味道。圣风大教堂内，戴着黑色软帽的神之歌者艾斯斯内克银眸一扫，对挑选出来的代法者精英们说道，虽然我即将离开贝克兰德，但这是枢机会议的决定，你们接下来的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调查尼根公爵被刺杀案。经过申报，你们有权动用1级封印物，必须弄清楚是谁在针对我们。站在最前方，戴着改良型船长帽的一位中年男子当即率领众人，以手握拳，轻击胸口道，遵命，枢机主教阁下。他身材精瘦，长相没什么特点，但脖子上有一个毛形青黑纹身。皇后区霍尔伯爵家的豪华别墅内，奥黛丽看着自己开门进来的苏茜，压低嗓音道，爸爸他们在讨论什么？发现霍尔伯爵很晚才回来，并且表情异常凝重后，他立刻派金毛大狗苏茜溜进去旁听。尼根公爵被刺杀了。苏茜顺腿关门道。啊！奥黛丽一下怔住，怀疑自己听错了。虽然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对尼根公爵的刺杀，但从来没想过这位极有权势的大贵族会真的因此死掉。真的，苏茜给出肯定的答复。奥黛丽顿时有些茫然，觉得不够真实。这样一位大贵族，这样一个有血有肉，能说能笑，还赠予了自己一个庄园的公爵，就这样死掉了。忽然间，他体会到了成人世界的残酷和冰冷。是谁做的？奥黛丽下意识问道。一个序列5的恶魔。苏茜语速颇快的回答，不过他已经被灭口了，被那个什么侠盗黑皇帝啊。奥黛丽再次愕然，怎么会是侠盗黑皇帝？怎么会是愚者先生的眷者？他上次才帮助我解决了尼根公爵被刺杀的危难啊，这完全矛盾。奥黛丽当即吩咐苏茜再去旁听，自己则反锁住房门，坐到床边，向愚者先生祈祷。
诵念完尊名，并描述了尼根公爵被刺杀的事情后，他抱着极大的信任问道：“您的卷者有在现场？”过了一阵，他看见了无边无际的灰雾，听到了属于愚者的嗓音：“是的。”他在寻找指使欲望使徒的那个组织，果然不是愚者先生安排的。他上次让卷者阻击麒麟格斯，也是为了幕后的那个组织。奥黛丽放松下来，好奇问道：“那是什么组织？既然能得到您的关注。”1秒之后，他听见愚者先生平常无波的回答：“黄昏隐士会第217章新的一天。黄昏隐士会，这是什么组织？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倒吊人先生给我讲解各个势力常识的时候，也没有提到哪怕一点。奥黛丽又是愕然又是迷惑，随即发现眼前灰雾淡去，愚者先生居高临下的身影已消失不见。他眼眸微转，迅速有了猜测。这个叫做黄昏隐士会的组织听起来比极光会、生命学派等地下势力更加神秘，更加不为人知啊，以至于见闻丰富、知识渊博，与风暴教会有密切关系的倒吊人先生都不知道他的存在。而他们谋划的行动直接指向了王国的大贵族，全世界最有权势的那小撮人之一。他们或许是超凡世界最深处的观察者，真正的操纵者，影响着南北大陆的局势，难怪会被愚者先生关注。上次倒吊人先生请求他的卷者帮助能够成功，不是因为承诺的报酬足够丰厚，而是愚者先生本身就在针对黄昏隐士会这个组织，就和我们塔罗会一样神秘啊。奥黛丽莫名有点激动，这淡化了尼根公爵遇刺身亡带给他的冲击。知道黄昏隐士会存在的非凡者肯定不多，而我就是其中之一，而我们塔罗会就在针对他们。奥黛丽站了起来，走到全身镜前，她的下巴因微抬有了个异常美丽的弧度。望着镜中的闭眼少女，奥黛丽慢慢平静了下来，第一次因兴趣之外的要素产生了迫切提高本身序列的想法。严密保护下的非凡者尼根公爵都会被刺杀，更何况只是普通人的爸爸。虽然从宝库的情况可以判断，家里肯定有不少非凡者，而且女神教会还会提供额外的保护，但是这依然不让人放心。尼根公爵的卫队不比这差，加油，奥黛丽，尽快提升到序列7。序列6，隐藏在暗中，做爸爸妈妈哥哥们的最后防线。罗斯德群岛首府，慷慨之城。幽兰复仇者号又一次路过这里，停泊于港口，让水手有放纵和发泄的机会。阿尔杰威尔逊则换上绣有风暴花纹的长袍，来到这座岛屿最大的教堂——海浪教堂。它风格古典，广泛运用石柱和拱券，并有一个高耸的大穹顶和2座钟楼。在殖民初期，那些开拓者往往没时间建立教堂，这给他们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身处部落、丛林、古老建筑包围中的他们，即使已经征服了当地，也经常会神秘死去，没有原因的死去，大片大片的死去。这种引发了极大恐慌的情况，在各大教会的教堂被修建起来后，才逐渐减少，变成偶尔才发生的事情。立在教堂门口，阿尔杰没急着进去，而是透过高处狭窄窗户照入的光芒，审视里面阴暗神秘的氛围，以及那一根根照亮出人类活动区域般的温暖烛光。几秒之后，他步入大祈祷厅，握右拳，击左胸，对面朝自己的主教道：“风暴与你同在，风暴与你同在。”那位主教以同样的姿势回应了他。不等阿尔杰开口，海浪教堂的主教就拿出了一份电报：“你来的正好，枢机会议有下达命令，看完再做祈祷。”什么命令？阿尔杰边伸手接过，边随口问道。主教表情凝重的说道：“尼根公爵被刺杀了，枢机会议让所有带法者和教士留意侠盗黑皇帝相关的情况，以及涉及塔罗仪式的全部事件。”侠盗黑皇帝？阿尔杰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诧异。他已经知道那位黑皇帝是愚者先生的卷者。主教郑重颔首道：“刺杀尼根公爵的是一个序列5的恶魔，但这个恶魔在逃亡的路上被侠盗黑皇帝杀死了。这和刺杀公爵失败的飓风中将麒麟格斯下场一样，不仅仅是外在表现形式一样，就连本质也相同。杀掉麒麟格斯的同样是愚者先生的卷者，另一位卷者。真正想要尼根公爵死的是愚者先生？不对，如果真是他，上次就会提醒麒麟格斯，让他小心正义小姐，不至于当场败露身份。愚者先生注视的是刺杀事件背后隐藏的真相，注视的是那位真正的凶手。会是谁，或者说哪个组织，
让愚者先生如此重视？阿尔杰瞬间联想到很多事情，并做出了初步的判断。他低头看向电报，发现教会为了尼根公爵被刺杀之事，有成立专门的调查小队，每个队员都是带发者里面的精英。我要不要申请加入？随时把握动向。阿尔杰一时有些犹豫，最终他还是决定遵循原本的规划，低调发展。新的一天，克莱恩睡到自然醒，慢悠悠起床，洗漱下楼。他没急着准备早餐，而是习惯性打开房门，沐浴着薄雾，从信报箱里取出今天份的报纸。什么东西？忽然，他发现报纸里夹着一个厚厚的信封，分量不算太轻。捏了捏表面，克莱恩脑海里一下闪过了钞票的油墨清香。他的灵性直觉告诉他，里面是不菲的现金。他小心拆开，抽出了那一叠金镑。经过点数，他确认一共有1000镑钞票。是机械之星给的赏金啊！这就是他们所谓的隐秘给予。他们怎么就这么放心，就这样放在信报箱里？要是被偷了怎么办？欣喜中的克莱恩忍不住埋怨了一句。有了这笔钱，又不再被机械之星暗中保护的他，就可以去找吸血鬼埃姆林怀特，完成之前那笔交易了。用完早餐，克莱恩立刻穿上大衣，戴好帽子，拿起手杖，夹了份报纸出门。前往公共马车站点的时候，他看见房东斯塔林萨默尔太太在指挥女仆将行李箱装入门前的马车。上午好，萨默尔太太。克莱恩微笑打了声招呼。斯塔林矜持一笑，回以问候。他的精神状态好像恢复了，也不知道之前遭遇了什么事情。克莱恩好奇问了一句：你们这是要去哪里？快新年了，玛丽提前给了卢克假期，我们打算去迪西海湾迎接新的一年。斯塔林主动说道。那里的几个城市我们都去过了，有名的滨海小镇也一样。我们这次准备到费内波特那边，塞维亚城的风景据说非常不错。克莱恩很配合的回应道。真是让人羡慕啊，你呢？莫里亚蒂侦探，你打算去哪里过新年？斯塔林微笑问道。我大概率留在本地。对了，得准备工具，修补之前被斯图亚特打出孔洞的墙壁。克莱恩嘴角上翘道。回尖海，那里的冬天有不一样的味道。斯塔林的笑容愈发明显。希望以后的新年能在迪西海湾遇到你。大桥南区，月季花街，丰收教堂。刚看到穿黑色那只大衣的夏洛克·莫里亚蒂侦探进来，正仔细擦拭烛台的埃姆林·怀特就露出了笑容。他理了下头发，昂首走了过去，压低嗓音道：有杰森·贝利亚的情报，有位血族认识他，我也有他的情报。克莱恩微笑将拿着的报纸递了过去，头版头条就是昨天尊贵的尼根公爵被刺杀，真正的恶魔肆虐大地。标题之下则是对昨天那起刺杀事件的详细描述，指出凶手是一位叫做帕特里克·杰森的银行家，且被当场击毙，而恐怖组织极光会宣称对此事负责。之前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正在早餐的克莱恩险些喷出牛奶。他最初以为极光会的 A 先生脑袋坏了，这种事情也要抢着承担，但仔细想了想，觉得这更接近于官方的掩饰。如果黄昏隐士会真是罗塞尔大帝加入的古老组织，那他们应该非常敌视极光会，毕竟他们憎恶着真实造物主。克莱恩忽然闪过了这么一个想法。埃姆林表情茫然的反复看着报纸，不敢相信的开口道：也就是说，我得到的情报没用了？理论上是这样。克莱恩同情的看了吸血鬼先生一眼，不过官方组织还在调查杰森·贝利亚背后的主使者。你的情报如果指向这个方面，应该还是能卖得出去。至于克莱恩本人，当然是不想再掺和这件事情。没有，他只是认识杰森·贝利亚，知道他一些爱好。埃姆林叹息道。看到他的反应，克莱恩好笑问了一句：你平时不看报纸的吗？这么大的事情到现在才知道？埃姆林奇怪的瞥了他一眼。为什么要看报纸？我很忙着在丰收教堂做清洁，忙着回家陪那些人偶，忙着想办法骗血喝。你真是新时代的吸血鬼啊！克莱恩张了张嘴巴，以小丑的能力强行压制住了即将发出的笑声。他没去调侃埃姆林·怀特，认真说道：我已经筹够那2种材料需要的金镑了。你什么时候能把材料给我？第218章病急不能乱投医。听到克莱恩的问题，埃姆林·怀特吓了一跳，仔细打量着对方道：你比我想象的富有。他原本以为夏洛克·莫里亚蒂至少得1周才能筹够2450镑，我已经攒了很久的钱了。
克莱恩叹息着回答。埃姆林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做私家侦探这么赚钱，这只是一个方便行动的身份，如果没遇到大的悬赏，一年也就200-300镑。克莱恩坦然说道。埃姆林瞄了他一眼，故作不经意的问道：那你实际是做什么的？走私军火，偷盗富豪的金库？对序列7及以下的非凡者来说，能很快攒到2000多镑的事情并不多，大部分都游走在违法犯罪的边缘。你一个吸血鬼和我谈违法犯罪，看起来你对赚快钱颇为向往啊。克莱恩笑笑道。接一些比较危险的任务，如果你不害怕死亡，也可以尝试。埃姆林闭上了嘴巴，好半天才道，傍晚的时候来找我，我带你去卖家那里真是一只从心的吸血鬼。克莱恩正要答应下来，忽然觉得有些不保险，万一那个卖家见财起意呢？万一他根本没有相应的非凡材料，就是想骗人过去劫杀呢？埃姆林怀特可以信任，他介绍的卖家就未必了，得找个借口去灰雾之上做次占卜，确认下危险程度。没必要这么复杂，有个更好的办法。思绪分成间，克莱恩侧头看向埃姆林。不，你自己去，我给你1000镑做预付，你将那2件材料带到丰收教堂来，经过确认，我再支付尾款。我想那位卖家应该能接受这种方式，这能看出一位高贵血族的信用度被这么捧了一下。埃姆林不知不觉就抬起了下巴。这种交易方式并没有问题。说到这里，他嘿了一声。你害怕那边不讲信用，在丰收教堂里面，你就能安心了。当然，一位身高超过2.20米、肌肉异常结实的大地母神眷者站在旁边，谁都会有安全感。克莱恩微笑指了下乌特拉夫斯基神父，能对付他的也不会在意2-3千镑的财富。埃姆林脸色一暗，哼了一声道：你就不担心我私吞那1000镑预付款？克莱恩悠然望着前方道：为什么要担心？你每天都会回到这里，很容易就被找到，而一只活着的吸血鬼即使拆开卖掉，也不止1000镑。埃姆林被戳到痛处，恼怒低语道：血族，明白吗？血族，还有，不要用指这个单位。克莱恩轻笑一声，没再说话，等待对方平静。就按照你要求的方式交易。终于，埃姆林伸手揉了揉额角。克莱恩当即拿出上午才收到的那个信封，将它和里面厚厚的1000镑现金一起递给了对方。晚上8点，这里见埃姆林数了数里面的钞票，确认无误后，警惕的偷瞧了乌特拉夫斯基神父一眼，压低嗓音道：私家侦探先生，经常接触各种情报和消息的你，是否有听说过一个叫做愚者的邪神？写你。克莱恩险些在心里爆粗口，他表情如常的回答道：最近有很多人找愚者的信徒，你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索取相应的悬赏。埃姆林叹了口气道：不，我只是在考虑要不要向这个邪神或者邪灵祈求，请他帮助我解除心理暗示。你知道的，流传出来的有他具体的尊名，只要转化成赫密斯语、古赫密斯语，就有可能获得响应。你对他有什么了解？他会给信徒带来多大的危害？是否会强制改变信徒的观点？虽然目标指向的是我，但我还是想说，吸血鬼同学，你这是病急乱投医啊。克莱恩感觉非常复杂的说道：愚者很神秘，到今天为止，除了你已经知道的那些消息，没谁清楚他详细的情况，比如神之涵盖范围，比如相应的祈祷仪式。让我疑惑的是，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不考虑你们系血族的始祖古神莉莉丝？只要仪式正确，祭品恰当，他应该会帮你解除心理暗示的。埃姆林微微后靠，直视着前方，好几秒没有说话。他似乎一下变得深沉了。短暂的安静后，他低缓道：在大灾变之前，始祖就已经很少回应祈求，只有特殊的一些事项才可能得到他的帮助，这里面不包括解除心理暗示。在白银城的传说里，代表月亮的古神莉莉丝已经被重新苏醒的造物主收回权柄，或者更早一点就在某次神战里陨落了。那么偶尔回应血族祈求的是谁？原始月亮？克莱恩故意追问道。那还有原始月亮可以祈求，不少地下非凡者的仪式都有借助他的力量，这主要指巫王及相应的生物。克莱恩在心里补充了一句。埃姆林嘴唇翕动，却未能发声，脸上多了几分难以言喻的恐惧之情。隔了许久，他才凝重说道：我怀疑原始月亮是哪位邪神或者高位恶魔假扮的，向他祈求的人大部分会一点点发生改变，变得残忍，变得疯狂，
并且充满繁衍的欲望。而剩下的那些以血族为主，大概率当场失控，变成真正的怪物。曾经有位厉害的血族，因危险而尝试祈求，结果变成了只知道交配和生殖的肉块。他或牛、羊、马、老鼠，甚至植物、石头，生下了一个又一个奇异的后代，每一个都相当于开创了新的怪物种族。幸运的是，他很快就被清除了，他的后代也一样。原始月亮这么危险，秘密之书里完全没提过啊！卡拉曼巫王已经被他腐蚀了思维，还好，我都是模仿和改编，祈祷的对象是自己。克莱恩被埃姆林怀特的描述吓得心跳加快，这让他深刻体会到了七神之外的隐秘存在确实不那么值得信赖，我除外。他叹息了一声。这时，埃姆林苦涩笑道：如果愚者带来的负面影响没那么大，向他祈求也不是不能考虑的事情，唯一的影响就是你将为此支付一定的报酬。克莱恩为了维护自己表现出来的形象，只能轻拍埃姆林的肩膀，于自己胸口画出三角圣徽。向不清楚情况的隐秘存在祈祷是非常危险的，既然这样，还不如从七神里面挑选一个比较喜欢的信仰，他们又不会影响你日常的生活，不会让你丢弃人偶。如果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埃姆林突然发现自己比想象的更加平静。克莱恩没再停留，挤至走廊，往丰收教堂外行去。望着外面雾蒙蒙的天空，他开始思考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毫无疑问，他当前的重心在攒钱和寻找材料。小太阳那边再稳一稳，免得又被怀疑，就让他之后用去除失控者精神污染的办法来抵承诺的报酬。深海那家的头发可以委托给倒吊人先生，人皮幽隐的特性则要靠自己。埃姆林怀特和智慧之眼斯坦顿老先生那边1个多月都没有相应的消息，得换个渠道了。这么久了，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应该没在严密监控勇敢者酒吧那边了。傍晚过去转一转，看能否联络上沙伦小姐或马里奇。克莱恩迅速有了想法，而为了去勇敢者酒吧，他得先前往东区，到黑棕榈街额外租下的那个一居室房屋内更换工人服装。想到这里，他走向了对面的公共马车站点。西区郊外，格林墓园内，头戴黑色纱帽的福尔斯沃尔安静地走在多里安·格雷这位亚伯拉罕家族成员身旁，陪他去给劳伦斯、安丽萨等人扫墓献花。无声前行中，他的思绪全在食灵者胃袋这种非凡材料上。他知道自己已经消化掉学徒魔药，只要再得到食灵者胃袋，就能成为戏法大师。但始终没有相应物品的线索，而最有希望帮助到他的太阳，则因为之前的事情，不敢举行仪式，不敢邀请朋友猎杀食灵者。为了尽快提升，往摆脱满月诅咒的方向更进一步，他甚至向愚者先生祈求，请对方的卷者帮忙寻找材料。这个过程里，他把自己新书出版、即将收到保底稿酬的事情透露了出来，以证明自己有充分的购买能力。他并不担心现实身份被愚者先生知道，因为他认为愚者先生肯定很清楚。僻静、安宁、森冷的环境里，福尔斯和多里安停在了劳伦斯的墓前，看着那张死后才拍的遗照，读着那句他是个好老师的墓志铭。多里安·格雷沉默良久，好半天才叹了口气道：真是讽刺啊。为什么？福尔斯诧异反问。他之前听劳伦斯提过他是兼海郡康斯顿城的工学教师，所以才用了这样的墓志铭。这和你没有关系，是我们家族的事情。多里安自嘲一笑，弯腰放下了鲜花，直起身体后，他目视前方，突然开口道：福尔斯，你想成为非凡者吗？我信里描述的那种第219章契约生物。多里安·格雷的问题并没有让福尔斯诧异，这1个多月的信件往来已经让他有了心理准备，为此还专门在塔罗会上请教了经验丰富的倒吊人先生，把握住了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和反应去面对才算正常。真的有那种非凡者？福尔斯愕然反问。多里安轻轻点头。有。他环顾一圈，见附近没人，于是走到一株叶子落光的树木前，将手按在了上面。多里安的身影突然模糊，仿佛变成了水中倒映出的画面。等到清晰，他已然出现在那株树木背后，姿势未变。神啊，这真是太神奇了！福尔斯牢记倒吊人先生和正义小姐的教导，嘴巴呈半圆形张开，惊呼出声道。多里安走了回来，微笑再问：你想成为这样的非凡者吗？想。福尔斯略一沉默，激动回答。
终于要成为亚伯拉罕家族的外围成员了，以后很多事情会变得轻松不少。他心里充满了由衷的喜悦。多里安笑了一声，沉下表情，郑重再问：你愿意成为我的学生吗？福尔斯频频点头。愿意。多里安欣慰地吐了口气，旋即自嘲道：我并不是一个好的老师，甚至教出了，没必要再提以前的事情了。总之，你不要抱太大的期待。经过这段时间的考虑，他决定吸取以前的经验和教训，并不把亚伯拉罕家族的事情告诉福尔斯，只将双方的关系处理成单纯的老师和学生，这样就不用担心对方会觊觎家族仅剩的那几件超强神奇物品。不，您对神秘学知识的讲解非常棒，真的，格雷先生。不，老师。福尔斯赶紧确定下双方的关系。多里安望向墓碑，摇头吐气道：我本来不打算再教导学生，但你高贵的品格感染了我。如果不出意外，今天我就能给你对应的魔药。今天，福尔斯颇感意外的反问道。他去贝克兰德站接多里安·格雷的时候，发现对方只提了一个很小的皮箱，勉强够装下一套换洗衣物，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有携带非凡材料。难道他在贝克兰德有自身的资源渠道，属于亚伯拉罕家族的资源渠道？福尔斯隐约有了猜测。他原本计划的是依靠双方分处两地的不便，将得到的学徒魔药非凡材料卖掉，然后告诉对方自己成功晋升为非凡者了，这样他既能得到不菲现金的补充，也可以规避重复服食学徒魔药，不得不再花一段时间消化的可悲结果。是的，多里安没有解释，指了指另一个方向。我们先去看看劳勃罗和安丽萨。一番评调后，两人离开格林墓园，返回了福尔斯和休租住在乔伍德区的房屋。而这一个多月来，已晋升治安官的休为了偿还背负的沉重债务，每天都早出晚归，努力拿到每一份能获得的赏金，所以临近中午时，他毫无疑问的不在家。有安静的房间吗？多里安神态轻松的四下看了看。很多。福尔斯引着新晋老师进入一楼起居室。多里安绕着这个房间走了一圈，确认了环境，然后吩咐福尔斯点燃一根掺杂了深红檀香的蜡烛。他则关好房门，拉上了窗帘。昏黄摇曳间，他走到蜡烛前方，拿出了2瓶色泽如水的精油和一些常见的草药粉末。举行仪式，不是应该3根蜡烛吗？福尔斯好奇旁观，没有贸然开口，仿佛被这种氛围给镇住了。做完仪式的前面部分，多里安后退一步，表情严肃的改用古赫密斯语道：我以我的名义召唤遨游于上界的奇特灵体，喜爱音乐的虚空生物，多里安·格雷亚伯拉罕的契约伙伴屋。起居室内突然刮风，带着哭泣的颤音，摇摆的烛火随之染上了幽蓝的色泽，一圈圈光芒飞快荡开，似乎形成了一扇正常概念之外的大门。一团半虚幻半真实的圆球状事物从光圈底部飞了出来，它通体呈乳白色，周身没有眼睛、鼻子、手臂和腿脚等东西，只在表面裂开了一道疑似嘴巴的缝隙。多里安露出明显的笑意，张开嘴巴，轻哼起一首有民俗风味的摇篮曲。那圆球顿时左右摇摆，显得极为惬意。一曲哼完，多里安将手伸了过去。马尔莫斯，把我前天寄存在你那里的物品给我。那圆球上下跳了跳，身体猛然鼓胀，嘴巴张得极大。然后他吐出了2件光彩奇异的非凡材料。还能这样？福尔斯看得一愣一愣。多里安接住学徒魔药的主材料，中断了召唤，结束了仪式。他转头对福尔斯笑道：即使在灵界，马尔莫斯这样的虚空生物也非常稀少，正常情况下的召唤无法指向他们，必须有一位序列足够高的长辈进入灵界，经过长期的寻找，与他们之一订立契约，这样才能让后裔以对应的名义完成召唤。而虚空生物过来之后，可以重新订立契约，让他们与自身紧密连接，不再受别人召唤。原来是这样，听起来很有意思。福尔斯发自内心的说道，他难以遏制的向往起未来。如果不考虑满月诅咒，不考虑普通非凡者受到打压，时刻面临危险的情况，探索这奇妙的世界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真正的遨游灵界。多里安轻笑回应道，马尔莫斯最大的作用是可以把很多物品吞入肚子里而不对他们造成任何伤害，这就相当于一个移动的、隐秘的、几乎不会被别人找到的仓库。当然，不能存放太多，他的肚子是有限的。还有，
他不喜欢没有音乐天赋的人，会拒绝与类似的人签订契约，还好，至少我会弹七弦琴。福尔斯刚松了口气，就被多里安吩咐着找来了一口铁黑色的炖锅，看着对方在那里调配魔药，他的表情看似没有变化，心里却在疯狂祈求着意外。我不想再喝一次学徒魔药啊，那会浪费很多时间。早知道这样，我就坦白一点，诚实一点。现在才说，已经来不及了。格雷老师应该有占卜过，却被干扰了。结果，坦白就意味着我背后肯定有强者存在，有人指使。思绪纷呈间，福尔斯看到多里安转身，递过来一瓶冒着咕噜气泡的魔药。喝下它，你就能成为非凡者。多里安用一种平淡却极有诱惑力的口吻道。接着，他宽慰了福尔斯一句：“不用担心，有我在这里，不会出现问题。”福尔斯咬了咬牙，接过学徒魔药，一口喝了下去。与此同时，他心里闪过了一句话：诚实是最可贵的品质。马车停在了东区外，克莱恩提着手杖，戴着礼帽，从相对没那么差的街区进入了宽广的贫民窟。前行一阵，他看见两道熟悉的身影从前面还算整洁的公寓出来，她们都是少女，一个17、18岁，一个15、16岁，正是江西女工利弗的女儿弗莱亚和黛西。后者曾经遭卡平手下绑架，因黑皇帝事件被解救。黛西也发现了克莱恩，当即露出灿烂的笑容。中午好，莫里亚蒂侦探。克莱恩微笑颔首，略感诧异的问道：黛西，你不是去了公立初等学校吗？经过麦克约瑟夫等记者的呼吁，加上黑夜女神教会的推动，贝克兰德市政府用卡平的地产建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专门帮助曾经因卡平而受到伤害的女性和家庭。黛西一家借助这个机会，从治安环境很不好的破旧公寓搬到了东区边缘，从一个房间变成了2个房间，将洗衣作坊和睡觉吃饭的地方分了开来。另外，黛西还获得了进入公立初等学校读书的补偿，每周3便士的学费和相应的餐补由慈善基金负责，这让她非常高兴。克莱恩之所以奇怪，正是因为公立初等学校只有周日才休息，黛西这个点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学校很近，我趁中午休息回来帮弗莱亚将清洗晒好的衣物送到客人家里。他和妈妈2个人忙不过来，黛西坦然回答道。他去读书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利弗和弗莱亚每天能够将洗的衣物减少，家庭收入明显下降，要不是麦克记者有帮忙申请慈善基金的补贴，他们根本维持不了现在的生活，所以弗莱亚毫无疑问就没有了进入公立初等学校的可能。在黛西和克莱恩谈起学校的事情时，他眼中流露出难以掩藏的羡慕和痛苦。还不到18岁的他只能这样静静地看着妹妹去学校。克莱恩注意到这个细节，故意提醒了黛西一句：你确实应该知道你妈妈和弗莱亚很辛苦，要好好对待他们。黛西认真点头道：我想过了，等稳定下来，就趁晚上和周日把白天学到的知识教给弗莱亚，我做他一个人的导生。弗莱亚的眼睛忽然眨了眨，忍不住低下了脑袋。很好，这样很好。克莱恩赞了一句，心情不错的与2姐妹告别，转向另外的街道。到黑棕榈街换好工人衣物后，他刚离开租住房间所在的公寓，就看到一位衣着陈旧的中年男子凑了过来，慈眉善目的问道：先生，你听说过原初的造物主吗？第220章情报贩子。原初的造物主。克莱恩愣了一下，旋即想到了老科勒之前给的情报。最近有人在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宣扬对最初造物主的信仰，认为他并没有真正逝去，存在于每个人体内，存在于每件事物之中，只要全心全意的侍奉他，赞美他，不仅死后可以得到救赎，进入他的天国，当前的生活也能获得极大改善。比如每天都有滋滋冒油的肉吃，这与极光辉的变种造物主理论非常接近，所以克莱恩当时就判断是那个隐秘组织做的，感觉他们经过莱尔乌斯事件后开始重视广大的平民，他们已经发展的这么嚣张了，路上就拉人信教。克莱恩斟酌着回答。听说过。那衣着陈旧的中年男子顿时露出笑容。那你知道末日将要来临的事情吗？知道原初的造物主将建立地上圣所，庇护信众吗？有那么一瞬间，克莱恩想顺势被传教，慢慢打入极光会的外围组织，搜集相应的证据和线索，报复对方寻找愚者信徒的举动。但仔细考虑之后，他觉得这太危险了，
仅靠自己一个人又累又麻烦，又不一定有成效。最终，他决定把当前这种现象举报给机械之星，让官方组织来处理。想通了这个问题，克莱恩瞬间沉下表情，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迈步前行，甩开对方，无视了中年男子的呼喊。离开东区的路上，他仔细观察，发现因纺织机改进，码头进入淡季而失业的许多工人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聆听着不明身份者的安抚和教导。对东区、码头区和工厂区的调查，前2个月就做完了。3大教会和医院怎么还没有具体的措施出来？他们对这边的重视度肯定有提高，不会发现不了现在这种情况啊。想放长线钓大鱼，这很容易就玩脱啊。克莱恩一边腹诽，一边按了按头顶的鸭舌帽，走出东区，直奔贝克兰德桥区域。中午时分的勇敢者酒吧刚刚开门，几乎没什么酒鬼，只有在附近忙碌的工人会进入这里，要一份简陋的午餐。克莱恩混迹在他们之中，花费10便士点了个加猪肉香肠的燕麦面包和一杯南威尔啤酒，显得非常富有。慢条斯理填饱肚子，喝光啤酒，他才看向酒保。卡斯帕斯坎利宁在吗？他打算顺便补充点普通弹药。酒保瞥了他一眼，你似乎很久没来了。卡斯帕斯死了，据说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不安分，裹得太紧，把自己给捂死了。呵呵，我不太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我只在鬼故事里听过类似的情况。但那些黑白狗是这么说的，黑白狗只穿黑白格制服的警察被自己的棉被捂死，这听起来很神秘学。是那个玫瑰学派的高序列强者，因为一直找不到沙伦小姐或马里奇，选择了杀人泄愤。高序列强者的位格呢？照这么看，卡斯帕斯也联络不上沙伦小姐他们了。也许他们已经离开贝克兰德。卡斯帕斯对超凡世界的危险预料得还是不够充分啊。换作是我，根本不会重返勇敢者酒吧，早就带上积攒的钱，换个城市，换个环境了。不过正常情况下，高序列强者也不会专门对付这种普通人，顶多强制通灵的时候不去考虑是否有后遗症。不愧是放纵欲望的玫瑰学派，高序列强者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克莱恩又是诧异又是同情那位黑市武器商人。酒保擦拭着杯子，继续说道，如果你是想买些物品，现在有新的商人谁？克莱恩随口问道。老头，就在3号桌球室。酒保头也不抬的说道。克莱恩当即起身，慢悠悠踱向了那熟悉的地方，敲响了虚掩的房门。进来一道声音传了出来，这嗓音有点耳熟啊。克莱恩推开木门，望向里面，站在球桌旁的是个年纪不算太大的男孩，他穿着老旧的大衣，戴着棕色的圆顶帽子，有双鲜红的眼睛，正是克莱恩初到贝克兰德时认识的伊恩，并因他委托的泽瑞尔侦探失踪案卷入了第3代差分机手稿争夺事件，不得不花费大价钱请极光会的 A 先生杀掉因蒂斯驻鲁文王国大使贝克朗让马丹。是你，莫里亚蒂侦探？伊恩吓了一跳，他嘴上刻意贴了2撇胡须，让自己显得老成。克莱恩笑着进入桌球室，顺手关上房门道，好久不见。对伊恩出现于这里并成为黑市武器商人的事情，他最初是颇为诧异的，但旋即就想到了一些细节，觉得这在情理之中。克莱恩能找到勇敢者酒吧或卡斯帕斯坎利宁，正是源于伊恩的介绍。这个大男孩在附近必然有一定的人脉。是啊，伊恩收敛住惊愕的表情，嘟囔道，我去普利兹港混了2个月，发现那帮家伙又野蛮又凶狠，对小孩子也没有一点谦让和爱护，只好回到贝克兰德重新做擅长的事情。后来遇上卡斯帕斯死亡，就决定转行。不等克莱恩开口，他又补充道，侦探先生，我一直记在心里，我还欠你2个要求，没必要解释这么多。我也不在乎你过去做了什么，虽然我一直觉得你从军情9处逃出来这件事情有些可疑，但并不是太在意。克莱恩拿起一根球杆，比划了下姿势道，除了做地下武器交易，你似乎还在贩卖情报。是的，伊恩非常坦然的回答。你想知道什么事情？免费很豪爽吗？因为之前的事情对我有愧疚。克莱恩推出球杆，击向母球，让一颗红球准确的落入了中袋。他没有客气，直起身体道，最近都在找愚者的信徒，有很多悬赏，你有什么消息？伊恩仔细想了想道，没有，我甚至怀疑愚者究竟有没有信徒，居然没人能找到一点线索，这就是所谓的大炮打空气。克莱恩无声自嘲，
转而问道，另外还有一个悬赏，有人在找一个叫做阿兹克艾格斯的大学导师，我想知道是谁发布的这个悬赏，好确认要不要掺和这件事情。呵，寻人非常浪费时间，伊恩没直接回答，环顾了一圈，压低嗓音道，军情九处，军情九处，不是灵教团，看来真是因斯赞格威尔的安排，让阿兹克先生与军情九处发生了冲突，也许让他知道了某个不该知道的秘密。克莱恩瞬间闪过了一系列的想法，最终笑笑道，看来我不必担心悬赏是假的了，但我很害怕那个阿兹克艾格斯是因为掌握了什么秘密才被军情九处追踪，那样一来，也许拿到悬赏的那天就是我生命最后的时光。伊恩摊了下手，这我就不清楚了，但你可以只提供线索，不错的建议。克莱恩没再多问，花费5苏勒补充了一些普通子弹，旋即离开了勇敢者酒吧，上了乘出租马车，望着窗外阴沉的天气，他忽然有些唏嘘。卡斯帕斯·凯利宁死了，也就意味着沙伦小姐或马里奇会放弃这个据点，只能单方面联络的我很难再找到他们，除非他们遇上困难需要帮忙，或者到了对付地下遗迹里那个恶灵的阶段，否则我应该见不到他们了。虽然算不上朋友，但也合作了2次，是我能以非凡者身份无需遮掩脸孔交往的熟人，这么一来，类似的人就少了足足2个。要不是刚经历了欲望使徒事件，就只剩下埃姆林怀特这奇葩吸血鬼可以不做伪装的交流神秘领域的情况了。还好，还好。无声感叹之中，克莱恩耳畔忽然响起了一道虚幻飘忽的声音，你有什么事情？克莱恩瞬间汗毛耸立，等看清楚面前坐着的是谁后，才松了口气，无奈笑道，沙伦小姐，你总是这样不知不觉出现吗？穿哥特式宫廷长裙，戴黑色小巧软帽的沙伦此时正静静地坐在马车车厢另外一边，脸色一如既往的苍白。下次我会敲窗。沙伦没有情绪起伏地点了点头，他没再重复之前的问题，就那样安静内敛地看着克莱恩。冷不丁敲窗，这同样很吓人啊。克莱恩没急着提人皮幽影的事情，转而问道，那位高序列强者走了？对，沙伦吐出一个单词。克莱恩稍微松了口气，提醒了一句，也可能是陷阱。说到这里，他想起一事，忙又补充道，我看完秘密之书了，并从另外一些渠道得到了相应的消息，向原始月亮祈求很容易出问题，最好不要尝试。好，沙伦没问为什么，他停顿了1秒，嗓音飘渺的说道，原始月亮和被缚之神疑似死敌，因为可以互换序列，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克莱恩若有所思的将话题导入正轨，沙伦小姐，你知道哪里有人皮幽影的特性吗？宛若人偶的沙伦平静听完，点了下头，知道。